二战结束后，将近60万的日本关东军成为了苏联的战俘，被苏联押到西伯利亚战俘营进行服劳役改造。由此，日军战俘在苏联开启了达到数十年之久的折磨。有句俗语说得好，天道好轮回，苍天饶过谁。二战期间，日军对其他国家进行了漫长的侵略，烧杀抢掠无所不作，甚至还做出许多畜生行为，丧心病狂、穷凶恶极等成语都不足以形容日军恶劣的人性。对于日军的滔天作恶行为，简直是罄竹难书，讲上10天10夜也讲不完他们的恶行。为此，受难国家的百姓都恨不得对日军除之而后快。苏联对待俘虏一向都是手段残酷，而这批日军战俘落在苏联军手中，下场会如何？根据历史资料记载，有从苏联战俘营里被遣送回国的日本兵，在后期回忆起战俘营里的点点滴滴，迄今都感到全身发抖。谈起苏联女护士，更是谈虎变色。那么这些日本兵在苏联战俘营里到底经历了什么？为何原本嚣张至极的日军如此害怕苏联？苏联女护士又对他们做了些什么？有战争就有输赢，而输家无非就是2种下场：战死沙场，或者成为敌军俘虏。了解苏联战俘营中的日军战俘日常之前，我们先回顾一下二战的战争史以及苏联和日本两国之间恩怨的前世今生。1939年9月，以德国、日本、意大利等为首的国家向全世界发动法西斯侵略战争，以美国、苏联、中国、英国等为首的国家向法西斯发起反抗，由此爆发第2次世界大战。战场从欧洲打到亚洲，从大西洋打到太平洋，先后共有61个国家卷入战乱。这场世界大战可以说是全人类一场空前绝后、灭顶性的大灾难。许多被法西斯侵略的国家都付出了沉重而惨痛的代价。根据数据统计，在这场战争中，全球死亡人数高达1亿人。要知道，在二战时，全球人类总数也只有26亿人，也就是说，那时候全世界每30个人里就有1个人不幸死在二战中。其中，苏联死亡人数排在世界第一，伤亡人数高达6000万人，可以说是全世界伤亡最惨重的国家。还有，二战全球经济损失直接高达5万多亿美元，全球经济受到重创。这可真是人类历史上最可怕的人为灾难，数千年的文明几乎毁于一旦。二战末期，美军在日本投下2枚原子弹，苏联集结了150万大军，从中国边境进入东三省，对日本关东军发难。日本常年的征战，他们的经济发展已经出现了极为严重的下滑趋势，从物资和武器上的供给开始无力招架。这使得日本意识到，继续打下去，他们国家将面临的危险可能被打倒灭国。因此，在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向全世界宣布无条件投降，第2次世界大战终于画上句号。其实，如果说起苏联和日本两国之间的恩怨，那就要追溯到20世纪初。1905年，日本突然向沙俄发难，公然挑战沙俄在远东的霸主地位，对沙俄所在的太平洋舰队发动猛烈攻击。这一战，日军不仅歼灭苏军共计10万余人，还歼灭了苏军在太平洋上的舰队。此战让苏联对日本埋下了仇恨的种子。到了1917年，沙俄爆发红色革命，日本联合其他国家盟军对沙俄革命进行干预，幸好最后被苏联红军赶出沙俄。但日本的野心并没有停止，到了1931年，日本攻下中国东三省后，开始频频在中苏边境对苏联制造摩擦和冲突。在1938年，日本集结兵团袭击张古峰，因为这里有100名的苏联士兵。不出意外，这次苏联军被日军打败，张古峰被日军占领。同年8月，苏联集结2个步兵师和1个机械旅，共计 1.5 万人，带上285辆坦克、250架战斗机和237门炮火，对日军进行反击。在武器优势的加持之下，苏联军队很快就拿下张古峰的几个制高点，重新掌握张古峰的控制权。此次战役，日军伤亡超过1400人，被迫撤退到图门江西岸。这一战过后，日苏双方签订停战协议，互不侵犯。但在1939年，日军又卷土重来。日军出动2000人对苏联军进行偷袭，苏联军依靠先进的装备和人员优势，率先消灭了日军一支侦察队。此次偷袭以日本失败告终。没想到日军依旧不甘心，再次集结 1.8 万大军对苏联军进行攻击。
日军这一战分析过战场的优势，他们认为自己有后方补给优势，不管是人员还是粮食武器补给，都可以从东三省快速输送到前线。但苏联军的物资补给，不管是距离和成本的代价都很高，因此日军十分自信此战能轻松打败苏联军。于是日军开始不断主动出击找苏联军麻烦，想以此攻入苏联国土，拿下苏联领土。1939年7月，日军用73辆坦克开路，成功偷袭了苏联军一个阵地，摧毁掉苏联军20门炮火。此战过后，日军就遭到了苏联军队的顽强抵抗。双方经过几个月的战斗，最终以苏联军全面胜利而告终。这就是历史上闻名遐迩的诺门罕战役。到了二战末期，苏联集结了150大军，浩浩荡荡跨入中苏边境，进入东三省，对日本关东军发难。苏联军队仅用不到2周的时间，就打得60万关东军落花流水。随后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自此第二次世界大战也宣告结束。二战结束后，面对60万的日本关东军战俘，如何处置也是一个世界难题。在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所有的参战国家的国土、经济民生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都迫切需要重新开启生产，带动经济复苏。而日本在战败之后又不愿意拿钱赔偿，因此苏联决定把留在东三省的60万关东军战俘带回苏联，作为建设国家的苦力使用。由于苏联在二战伤亡巨大，整个国家面临严重的劳动力短缺问题，于是苏联当局让日本战俘充当苦力，以弥补劳动力短缺。就这样，60万日军战俘被押送到西伯利亚进行苦力劳动。西伯利亚有大面积的原始森林，因为靠近地球北极，气候极寒，土地大多数都是冻土层，未开发面积大，把日军战俘送到这里进行改造，可以说比地狱还要残酷。苏联俘虏60万关东军，押到西伯利亚服劳役。由于这里没有完整的战俘营，因此被送进来劳改的日军全部居住在帐篷里。想想在零下几十度的天气里住帐篷，简直是一件非常残忍的事情。帐篷根本不保暖，日军在帐篷中只能抱团取暖，熬不过去就冻死了。被冻死的日军尸体如何处理？据记载，都被苏联军直接当柴火烧了。对冻死的日军战俘可能意味着惩罚结束，而幸存者战俘接下来的日子就更加艰难。他们开始从事大量的体力劳动，比如采矿、伐木、开荒。日军要在寒冬工作时，不仅要面临风雪冰雹的摧残，更是经常在经过一天长达12小时的劳改后，半夜被苏联军强行叫醒，赶到帐篷外继续干活。为防止日本战俘暴动，苏联军在战俘营安排了大量的士兵。如果日军战俘一旦出现反抗，苏联士兵就会毫不犹豫将其枪毙，因此日本战俘只能听从苏联军队的命令。不仅如此，日军还要时常遭到苏联女兵的羞辱。这些女兵个个高大强悍，比日军战俘还高，他们经常会对这群发起侵略战争的日军进行语言羞辱。而作为战俘，这些日军自然是不敢反抗，只能任由苏联女兵对他们羞辱。甚至日军战俘还要为苏联女兵烧洗澡水。为女人烧洗澡水，这无疑对日本战俘来讲是一种天大的侮辱，更是精神上的折磨。因为在日本，他们从小都是接受大男子主义和封建思想的教条长大，给女人烧洗澡水，这些事情都是仆役或者女人自己做，绝对没有男人动手一说。所以这种工作是千百倍的身心双重折磨。许多日军战俘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心态崩溃，许多人无法接受这一工作，都纷纷自杀。然而更折磨的还在后头，由于这群日军战俘没有足够的食物，所以很多战俘在周围找一切可能吃的东西来充饥，因此很多人胡乱吃了一些不知名的植物，造成食物中毒。据后来一些被遣返回国的战俘回忆说，当时有人吃了有毒的植物，很快就倒地死亡。为了保证日军战俘可以正常工作，苏联也会经常对他们进行身体检查。这并不是对日军战俘的身心着想，只是一旦有战俘生病，极有可能会传染给其他人。因此，检查日军战俘的女护士一旦发现生病的战俘，就会立刻上报。而这些战俘无论生死，只要生病，都会被丢进焚尸炉当柴火烧掉。在西伯利亚战俘营里，日军战俘根本不敢生病。据后来被遣返回国的战俘回忆，
他们当年在西比利亚战俘营里最害怕的就是苏联女护士，因为他们生病的权利全在女护士手中，由女护士说了算。只要女护士指认生病了，那么这个日军战俘就是生病了，一旦生病就小命不保。有句俗语讲，好死不如赖活着，但日军战俘想赖着活，也全看苏联女护士的决定。这些日军战俘值得同情吗？日军在二战期间，这群日本战俘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甚至将魔爪伸向无数无辜平民。尤其是南京大屠杀的血案，至今还历历在目。还有日军的731部队用活人进行人体实验，制造大量的生化武器，直接用到战场上，屠杀我国大量民众。所以，他们在西伯利亚所受的这点苦难都是罪有应得，并不值得同情。历史带来的战争是无法磨灭的，我们应当铭记二战这段史记，不忘初心。少年强则国强，只有我们这一代中青少年不断强大，国家才能真正的强大，才能不重复历史。